你有没有发现，在跨文化沟通的时候，我们总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发生冲突？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频道。上2期我们聊了怎么适应新环境，以及怎么交到真心朋友。但生活总有摩擦，文化差异有时候也会带来冲突、误会。其实啊，并不是你们文化的问题，而是沟通方式不对。今天呢，就教大家6个小技巧，让你轻松化解跨文化的矛盾。第一点就是不要着急反驳对方。比如你刚到一个国家，人家问你会不会讲当地语言，你说不会，结果当地人很惊讶地说，你不是亚洲人吗？这个时候呢，你千万不要说我是中国人，因为你越是急于证明自己，越会激化误会。情绪一上头，说出口的话常常会后悔。正确的做法是保持沉默，先让自己深呼吸5秒，让自己冷静，沟通才有效。第二点就是不要使用绝对否定式的语句，比如你总是这样那样，这种句式在任何文化中都是大忌。你可以换成我觉得你可能没有注意到。这样说呢，既表明了你的观点，又给对方留足了余地。第3点就是不要用指责的语气来表达意见，比如你怎么每次都忘记关灯呀？可以改成如果出门前你能检查一下的话，我会很开心，这能让对话变成讨论，而不是吵架。第4点就是找到双方的共同目标，提醒自己和对方，其实我们想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，比如想让团队合作更好，或者关系更和谐。先肯定共同目标，再讨论分歧。再比如，如果我们2个人都努力一点，这个项目应该会做得很好吧？这样呢，就可以把对话从对立转向合作。第5点就是接受不同文化中的表达风格是有差异的，有的文化比较直接坦率，有的则喜欢委婉含蓄。比如说美国人，他们说话往往比较直白，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对他直呼其名。但如果是德国人的话，你这么叫他就不太合适了。所以先别急着解读成他不尊重我，而是想想这可能只是表达方式不同。第6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在私下里向对方解释清楚就好了，不需要专门为此跟他争论。很多时候当众吵架会让矛盾升级，比如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但是那天我真的很生气，所以我才那么大声，不好意思哈。现在想起来也很尴尬。记住，无论是在什么场合下，争论永远都没有解释来的有效果。今天分享的跨文化冲突化解6个小技巧：1. 冷静一下； 2. 用我觉得表达感受； 3. 提问代替指责； 4. 找到共同目标； 5. 尊重表达风格； 6. 私下解释。跨文化沟通真的不容易，但只要多一点耐心，就能把冲突变成了解的机会。喜欢这类内容，记得点赞加订阅并点亮小铃铛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遇过的文化冲突。咱们下期见。